这个女人趁老公不在家，偷偷出来和男人约会，黑丝配上性感的超短裙，这样妖娆妩媚的性感女郎，又有几个男人抗拒得了？她拿着鞭子抽打男人，男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，她出其不意，咔嚓一下，男人直接领了盒饭。当外面的卡拉米发现时，她拿着小铁环从几十层的楼顶一跃而下，优雅落地，顺道打了个出租车回家，和老公一起参加聚会。而她老公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就在刚刚还一挑四，轻松干掉对手。原来夫妻俩都是顶尖的职业杀手，但他们相互隐瞒身份，和平常夫妻一样过日子。时间长了，就开始互相挑剔，但他们有各自的私人空间。小帅在地下室弄了个小型武器库，而小美在烤箱里安装了精美的铁夹子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一直以来他们互不干扰。直到这天，他们接到了同一个任务，击杀一个代号坦克的重犯。老板告诉他们，机会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们与国际刑警交接时。到了那天，小美早就埋伏在这里，并设下陷阱，悠闲地坐等收网时，一辆卡丁车闯入，来人正是小帅。他破坏了小美的计划，直接给了她一枪，幸好穿着防弹衣，不然就领盒饭了。小帅一怒之下，扛起火箭筒直接轰去。随后定时炸弹爆炸，小美骑车逃离。他们的任务失败，双方接到老板的命令，在48小时内解决搅局的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小帅把从现场带回的笔记本交给技术部门的同事，经过修复信息查到地址，小帅前去查看，原来是自己的老婆。而小美也从一段视频中认出了老公。晚上回到家，小帅显得格外小心，偷偷拿把餐刀放进衣服口袋里。他们表面上很平静，内心暗潮涌动。小帅往嘴里塞块牛肉，却一直嚼着，愣是不敢往下咽。最后借擦嘴巾吐掉。他借给小美倒酒时，故意放掉手中的瓶子，小美一把接住，遭了反应太快，赶紧松手，但为时已晚，两人急忙离开。小帅拿着枪出来时，小美已经开车离去。小帅想跟小美谈谈，超捷径追赶小美，在过栅栏时摔了个跟头，枪走火，居然敢朝老娘开枪，气愤的一脚油门撞上去。小帅想要跟她解释，跳进后座，小美害怕的直接跳下车，小帅连车带人开进了绿化带里。女人开心的玩着射击，但没有一枪打中。男人调侃一句：“这个不适合你。”接过枪，一打一个准，弹无虚发，还嘚瑟的说有手就行。女人不服气，拿起枪，这次她的眼神变得犀利，枪法比男人的还准，直接把男人看呆，不忘回砍一句：“有手就行。”几天前，小美刚完成任务，就遇到警察在搜捕单身游客。小美正准备动手，当看见小帅后，她改变主意了，收起自己的小武器。小帅主动上前配合小美，两人假装情侣进入房间。危机过后，小美请小帅喝酒，就这样两人越看越对眼，接着陷入了热恋。几个月后就闪婚了。朋友们都不看好这段婚姻，觉得他们长久不了，但他们却幸福生活了6年。他们回想起过去的美好，久久无法入眠。第二天，小美带着属下清查家里，看着属下撕扯他们的布偶熊，她皱起了眉头，看着结婚录像，有种莫名伤感。当小帅回家时，他的小金库已被洗劫一空。小帅找上小美的公司，希望能跟他好好谈谈。小美哪会跟他谈，让属下清除所有文件，启动机关，钢绳飞向对面大楼，1分钟内逃离这里。当小帅杀到时，小美回头一笑，迅速滑向对面大楼。这或许是他们独有的打情骂俏方式。小帅在小美销毁的残片中找到他的另一个藏身点，还没见到面，小帅就被困在电梯里。小美警告他主动离开，不然就引爆炸弹。小帅不相信。小美开始倒计时5, 4. Any last words? New curtains are hideous. Goodbye, John. 属下一键按下，电梯迅速下降，在1楼爆炸。小美急忙跑出，看着废墟陷入了沉思。晚上，在餐厅里，小美流下伤心的眼泪。这里是小帅向她求婚的地方。这时，服务生抓住她的手给她倒酒，是小帅。原来在电梯爆炸时，他躲在另一部电梯里。他没想到小美真对他下手，这次他是来离婚的。他邀请小美跳最后一支舞，这次他可没有那么温柔。他指责小美利用婚姻做掩护，欺骗他的感情，甚至还要杀了他。小美沉默不语，借口去洗手间。不一会儿就发生爆炸，他混在人群中。小帅追出时，已经不见小美的踪影。这对夫妻可真够狠，一言不合就拿真枪实弹的干架。家都被打得稀巴烂，两人愣是没受一点伤。这样还不过瘾，又来了一场肉搏，谁也没有占到便宜。这样打得太累，于是又想起了枪。Can you do it? Don't! Come on! You want it? It's yours. 原来他们彼此都还爱着对方。经过1夜的缠绵，两人又找回热恋的感觉。但48小时一到，
杀手袭击他们，躲进地下室，找到仅有的武器准备反击。一个定时炸弹投来，逃出地下室，还没来得及战斗，家被夷为平地。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受伤，于是找到小帅的朋友，得知他们两家的老板是死对头，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。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塔克，两家都想得到他。小美通过同事的帮助得到坦克被关押的地址，两人合作去抓捕坦克。途中出了点小插曲，小帅还是成功把人带出来，但顺利的有点不正常。他们很好奇这个小年轻有什么能耐，就对他进行严刑拷问。年轻人没两下就全招了。原来组织的目标不是坦克，而是他们夫妻，他只是诱饵。两家老板发现他们俩结婚后，就决定除掉他们。上次沙漠的计划就是为他们设计的。小帅在坦克身上发现追踪器，这时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。当杀手们赶到时，却扑了个空。他们躲进下水道，成功躲过杀手的追击。他们不想在余生里过着逃亡的生活，于是决定反击，躲进一家家具馆。小帅开始搞偷袭，小美的飞刀也是一扔一个准，但也有失误的时候。小帅不小心碰倒易拉罐，这下暴露了。由于对方人数太多，两人抵挡不住，躲进了一个杂货屋。这防弹衣的质量真好，要没这玩意儿，两人早就领盒饭了。为了美好的未来，他们豁出去了。平淡的生活里会有争吵，会有哭泣，多些沟通和谅解，唯有真心相爱才能永久。